丹麦广播公司近日推出特别报道，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2012至2014年间，通过丹麦情报部门接入丹麦互联网获取原始数据，对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多国政要进行监控。周一，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视频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丹麦和美国必须给个说法。德法两国周一举行联合部长级视频会议，在会后，马克龙与默克尔举行新闻发布会。马克龙表示，美国对盟国进行监听的做法不可接受，欧盟国家间出现这种情况更不可接受。Et donc je suis attaché aux liens de confiance qui unissent Européens et Américains. Nous avons donc à cet égard tout à faire pour notre sécurité commune. Et il n'y a pas de place entre nous pour le soupçon. C'est pourquoi ce que nous attendons, c'est la clarté complète. Nous avons demandé à ce que nos partenaires danois et américains apportent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sur ces révélations et sur ces faits passés. Et donc nous sommes en attente de ces réponses. 默克尔表示，德法很久之前就与美国情报部门就监听一事进行过沟通，德方希望美方做出澄清的态度没有变。他相信盟友会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给出解释。同一天，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塞贝特也回应称，德方已经注意到有关报道，正在与有关国家和机构接触，要求做出澄清。Dienstliche Tätigkeiten betreffen grundsätzlich nicht öffentlich Stellung nimmt und damit ist keine Aussage getroffen, ob ein Sachverhalt zutreffend ist oder nicht. Die Bundesregierung berichtet zu diesen entsprechenden Themen, insbesondere den zuständigen geheimtagenden Gremien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盟友的行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欧洲政要遭美国窃听由来已久。早在2013年，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就通过媒体披露，美国政府广泛监听国内外电话及互联网通信，其中默克尔的手机遭监听长达10多年。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默克尔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指责此举严重背弃信任。美方随后宣称将停止对默克尔的间谍活动。维基解密网站又在2015年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先后监听过法国3任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获取了关于他们施政的一些重要情报。最新曝光的窃听事件进一步表明，美国对欧洲的间谍活动从未停止。美国监听盟友的丑闻之所以再度引发关注，是因为美国利用盟友监视其他盟友，间谍手段层出不穷。丹麦广播公司与瑞典、挪威、德国和法国的媒体合作，在丹麦国防情报局的一份代号为“邓哈默行动”的内部调查报告中，发现了这一惊人的结果。参与此次联合调查活动的德国记者安东尼斯·肯普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邓哈默行动调查报告中提到，丹麦情报机构是在斯诺登爆料之后，有意识地走访了他们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共同运作的监控站，查看这里实际上正在调查什么，才发现原来目标是欧洲各国高层。What the NSA does is they approach European countries and offer them expertise and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 return for cooperation. And now we know that they've also done it with a Danish intelligence agency. So what they do is they kind of lure single European countries out of the loyalty, the EU loyalty zone, and they say, if you work with us, we can help you increase your intelligence gathering capabilities. And apparently a lot of European countries say yes to these kind of offers. 分析指出，美国选择丹麦作为利用对象，主要是看重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丹麦地处北欧咽喉要道，连接荷兰、英国、挪威、瑞典、德国的海底电缆有多个关键登陆站建在丹麦境内。丹麦跟美国的情报军事安全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北约的这是美国主导的，北约秘书长前几任都是丹麦以前的首相。丹麦也没有参加像法国他们那个倡议的在欧洲的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安全合作。这个地理位置上呢，欧洲呢到美国去是经过北极，丹麦大家知道它有格陵兰岛所以美国呢主要是通过跟丹麦的这个海底光缆的合作来进入欧洲的整个的通讯系统。面对四面八方的指控，丹麦方面迅速与美国划清界限。丹麦国防大臣布拉姆森在一封回应丹麦广播公司的电子邮件中说，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性窃听是不可接受的。丹麦媒体也爆出，作为窃听帝国，美国早在去年8月就自由获取了包括丹麦公民隐私信息在内的互联网原始数据。11月，美国还曾对丹麦政府及其防务产业以及其他欧洲防务承包商展开间谍活动，以获取相关国家战机采购计划的信息。
但截至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没有对任何媒体的请求作出回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也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值得一提的是，素来将保护隐私、维护安全等话题挂在嘴边的美国媒体，也一致选择闭麦。而这桩窃听丑闻爆出的时间节点，正值拜登本月即将访问欧洲之际，这也是拜登上任后的首次外访。他将在英国出席 G7 峰会，然后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外界关注拜登将如何在此行中给出一个令欧洲盟友满意的答案。那么欧洲领导人就要关注呢，是在当时奥巴马时期嘛，拜登是作为副总统当时已经承诺了就是不监听。现在美方呢一直给他欧方呢说我们是为了可能是对付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威胁，搞一个清洁网络的计划。这个逻辑有点像呢，就你家里可能不太安全，你把家钥匙交给我呢去折腾就清除那些所谓的黑客这个是暴露实际上呢是欧洲的网络安全呢没有自主还是依赖于美国的技术美国呢以这个防止黑客的威胁实际上是把欧洲的安全给挟持掉了。有观察家认为，如果拜登老调重弹，搬出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全球收集情报的说辞，将难以说服遭其背信弃义的欧洲盟友。斯诺登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美国一直以来都在对西门子等大型德国公司进行工业间谍活动，即使与国家安全无关，只要关系到美国利益，美国就会获取这些信息。美国监视丹麦政府是否购买 F-35战机的事件也反映出，美国情报部门服务于军工利益，确保美国始终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分析指出，最新曝光的丑闻再次暴露了美国我行我素、持续监听欧洲盟友以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心态，这将令美欧修复关系的努力面临新挑战。美国优先政策给跨大西洋关系留下的深深裂痕将愈加难以弥合。的确，就算拜登也好，或者美国当局呢巧舌如簧但是呢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美国所谓的盟友关系它是不平等的它像是盟主和盟国的关系，所以这个监听事件就会不断的在发生。我们看清楚了这个所谓的联盟关系、排他性、不平等性，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就是要搞这个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欧盟呢，应该来讲内心它也是心动的。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继斯诺登门之后，美国安局窃听盟友的新一轮丹麦门来袭了。那您对美方窃听丑闻怎么看呢？冷战后的30来年，美国始终维持着名为恒星风的超级监听项目，而它的子项目里，大家最熟的是斯诺登所揭露的棱镜，但另外几个名字呢，比方说主干道、码头、核子等等，今天换谁都不清楚是什么。但从丹麦门的报道来看，显然这轮针对欧洲的监听也是恒星风的子项目之一。目前来看，恒星风的框架下，美国安局具备了至少把实时监听窃密的速度提到10的10次幂的速度。这是啥概念呢？就是美国安不仅能同步阅读他人的电子邮件，监听他人谈话，还能同步分类整理，并尽实时的发起诸如插入欺骗信息、协同别国共同行动等等。美国安全界有句话叫我们努力消除黑暗，可最终在制造黑暗，那就是在技术原教旨主义的驱使下，最终把他们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为所欲为的权利，继而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恶魔。拿这次的丹麦门来说，丹方主要提供美方接触跨波罗的海通信光缆的机会，从而监控挪威、德国、法国甚至中立国瑞典的动态。尤为不耻的是，美方把这种偷窥集中到了商业里，重点窃取瑞典的航空、军工领域的情报，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如果这回相关信息最终证实的话，那就可以回答美国为什么轻松的在对印度、巴西、波兰等等国家的军贸中打败瑞典人，因为这些合同里，瑞典人给客户的条件都比美国优厚。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随着相对实力下降，更自私、更追求美国第一的美国会把监听的措施用到极致，而且美国政府越来越不具有负罪感。按照报道看，到去年7月，美国安至少收到了60多份法院的命令，获批能够监听的目标，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欧盟、联合国等等，还有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墨西哥等至少38个友好国家。而且，这些情报数据正是拜登每天必看的情报简讯的主要来源。从这一点看，美国安的监听不可能停下来，而只会变本加厉，因为这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对美国大肆窃听，欧洲很生气。法德领导人马克龙和默克尔联合开记者会讨说法。那您觉得欧洲会善罢甘休吗？美国安要监控全球，光靠自己是办不到的，找帮凶就得拿出甜头，或者拿捏对方的撒手锏。尤其美国人向来捡软柿子捏，在欧洲，他们往往选择枢纽小国充当战略耳目，从而以点控面。像丹麦，别看它小，却控扼着波罗的海咽喉，又是格陵兰的宗主国，是多条西方航运、航空乃至通信的过境地，把触角放在那儿，显然能事半功倍。对于美国的龌龊事，欧洲心知肚明，为什么多半忍气吞声呢？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欧洲防务，左右着欧洲的贸易金融市场，特别是英国脱欧的当下，欧洲的虚弱性暴露无遗。事实上，从理性角度看，美国肆无忌惮窃听曝光之下，欧洲理性的选择就不该拒绝中国5G 通信等等方面的技术合作，盲目追随美国跑到黑。就像前美国的情报总监克拉珀早前暗示过的，美国追杀中国高技术通信公司的背后，不仅是商业利益，还在于情报需要。因为中国程控机等等设备是不允许美国安这类的机构来装暗门的。这里不是说中国会为欧洲提供安全方案，而是更多的安全选择。关键看欧洲人自己愿不愿意改变这种被美国透明化的局面。前德国的总理施洛德就说过，美国打着自由和市场经济的旗号，大肆破坏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美国的危险在于他对朋友和盟友发号施令，规定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意味着美国要的不是伙伴，而是仆从。这位欧洲主义者强调，欧盟如果不想当21世纪对美国唯唯诺诺的香蕉共和国，就该对美国展示出鲜明的棱角。好，谢谢吴健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